今天的南京的天气有些降温，昨天晚上还下雨了。然后我准备要去一个地方逛一逛，因为我房车旅行出来就没带多少衣服，我想看看有什么喜欢的衣服，买上几件。今天南京天气真的特别棒。现在已经回到这个房车里了，然后我打算把车开到那工厂那边。这么大的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它是可以上下左右移动，还挺不错的。大功告成，总算是把这个房车改装升级完成。接下来我们的安排就是准备要离开南京，就要往苏州、上海这个方向要走了。那么在离开南京呢，我们多逛一逛，可能待1-2天就要走了，吃点当地特色的小吃，都可以吧？就我们去了哪些地方，然后那些拍的照片可以钉在这上面。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我的房车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就觉得我室内变得好温馨，当当当当。是不是超级温馨？现在总算可以坐下来休息呢。我们今天是给房车进行大清扫卫生，明天上午再帮我们进行检查一下。因为我们1年4季都是在路上，所以一定要全面检查，检查好了开开心心的上路。我觉得这个房车呀是需要每年去维护。嗨，早上好，朋友们！昨天晚上11点就睡着，就沾床就睡的那种。然后今天状态真的非常好，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，就是说到晚上10点半就不要工作了。有一个好的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。约好今天上午让师傅再稍微帮忙调整一下，因为我那个太阳能板的铝合金不是翘起来了嘛？如果很顺利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出发离开南京了。把房车停在这个工厂这个门口，让师傅检查一下。南京的今天天气还挺冷的。已经包好这个，挺结实的。总算是把房车都已经基本的一些检查已经都做好了，特别感谢这些师傅们。
把车停在这个国道的公路边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。一荤3素15，减2份了。多少钱一份啊？15一份。哦，这是什么肉啊？白叶烧肉。这个是土豆和石锅，石锅不是土豆，石锅这挺好吃的。那我来了这个吧。这在哪吃啊？这里。谢谢。到这个常州郊区，这边的环境还挺好。今天开房车已经跑了145公里。Which supports教我缝裤子，因为我有条裤子不是扣子掉了嘛，他会缝，我不会，所以他说他要来教我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是先拿针，把这个揭掉。哇，这么多针啊！你只要小一个，连一个小针就行，不用那么大。其实小时候我奶奶她教过我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学会。这么多针，这怎么穿进去？看见了没有？这边弄一下小疙瘩，对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小猫咪别过来，然后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扎吧，从这扎，使劲扎，来回多穿几次就好，扣子就很好。费劲了，看着还挺专注的。对了吧？我看你做的挺好呀。你好会鼓励人呀。还挺专业的，看这个死疙瘩，这个裤子就可以重新再继续穿了。笑死我了这！哎呀，好好看呀！准备要往湖州方向走，因为之前不是已经去年去过苏州了嘛，那边是特别不好停车，所以我们就临时改了个计划，就是往湖州方向走。准备在这家吃个午餐，台北食堂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要不来这个吧。干肚皮。杭州今天是刚到这边这个义兴，来到了这个陶二厂，就到了这里，很明显就觉得气候特别的舒适，也没那么冷了。就是越往南走，就衣服穿的越少。我太喜欢这边的气候了。古香的感觉。